关春生。嗯。你这伤口怎么弄的？这个重要吗？如果是金属造成，需要去抽血，有可能要打破伤风。顾医生，你们不打麻药吗？不用了，我手和稳，疼一下你就记住我了。记清了，不要剧烈运动，一会儿去抽血，别忘了。顾医生，下次复查还是你吗？顾医生，下次复查还是你吗？不知道，看排班。慌什么？这种感觉多久没有过了？有意思。别慌，你是情欲，心动，你不配。我早就跟你说过，我给不了你想要的。想玩今晚我有空，想别的就别打来了。我最熟悉的是那种不走心只走肾的关系，安全、省心、不麻烦，不会让我失控。最害怕的就是失控。小梅呀，这是你姑父家的远房侄子，王阿婆家的孙子，你姑姑我排友的干儿子，你师兄的师妹的同桌的初恋。咱俩要成家，目标就是一个足球队，6个起步，3个国内生，3个国外生。你的钱是你的，我的钱是我的。家里开支嘛，也是你的。现在可是大女主时代，九子离火月，谁还讲究什么彩礼呀？你嫁妆多少？我这个人还好了啦，就是有一点点的没有安全感啊，所以我希望你信息可以秒回哦，而且手机里不能有异性，而且晚上不能值夜班哦，因为我一个人在家睡觉会好怕怕的哦，所以你可不可以辞职啊？医生，哎呦，太好了，那以后看病是不是就可以免费了？老婆，
我奶奶、姑姑、二叔、舅妈都想挂你那医院的专家号，嘿嘿，帮个忙呗。不好意思啊，酒子离火浴有点早，有点早。他奶奶、二叔、姑妈生病了，都让我走后门开专家号，他全家都有病吗？姑姑，我求求你了，别再催婚了，好不好？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非常重要。重要个屁！小梅啊，姑姑跟你说，只要你结婚，姑姑送你一套房，100套也没有用。姑姑，不要再让我去相亲了。那不行，除非你给我带回来一个。顾医生，顾医生不好了。又是你，顾医生，我又来复查了。你看，我又受伤了。宝，你都多大了？你是郭敬明看多了，玩自残啊？哎，你把刀给我！别动！再动，把你缝成粽子。刀没收了。又不打麻药啊？不用啊。你不是喜欢玩刺激的吗？嚯，你真是一个有趣的女人。又不打麻药啊？不用啊。你不是喜欢玩刺激的吗？嚯，你真是一个有趣的女人。这刀怎么来的？是怕疼，还是怕被人看见？看来你也不是无坚不摧的嘛。对，10岁，镜子里看着自己划的。为什么？镜子里面的人说我不配活着。他说谎，你活着，他输了。这刀又是怎么来的？13岁，我妈走了，我拉着她的手问她我怎么办，她连头都不回。这刀最深，所以你想把自己捅得足够深，深到可以追得上他。但是他走了，你就这么惩罚自己？这刀呢？校园霸凌，他们把我关在天台上一整夜。这刀很浅，你不敢用力，怕死了就没人知道他们对你做了什么。22岁，有人说我不配被爱。
只是随便一句话，你就这么伤害自己？你就是用这种伤害自己的方式，弥补自己内心的恐惧？大哥，你是在演短剧吗？我没有时间在你这哭哭啼啼的。咱们做人呢，好好生活，天天向上。你笑？你凭什么笑？我划自己的时候，你还在上初中；我妈不要我的时候，你压根不认识我；我被锁在天台彻夜绝望时，你还在上解剖课。你凭什么？凭什么来教我怎么活着？别动。线崩了，缝你费线。崩了我的线，你得赔我。赔什么？就赔你这个人。顾医生，你别开玩笑了，你还能陪我从这站到早上啊？我是急诊科大夫，上夜班是我的常态，跟我比熬夜，你耗不过我。我叫秦月，我追你。我叫秦月，我追你。追我也不用把自己追到急诊室吧？不把自己弄伤，你应该看不到我。哎，小梅，你男朋友是干什么的呀？他是建筑师。那下次带回来，让姑姑我把关。要看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难道我今天缝的线是月老的红线？来来来，喝酒啊！我今天高兴，月老爷爷给我缝线啊，牵线了。不过牵的是朵奇葩，到处都是奇葩。这个奇葩很诱人。他的单我买了。小奇葩，是你啊？怎么送我回家是想睡我？一个医生喝成这样，走，洗澡去。要一起洗澡啊？这样不合适。谁想和你一起洗澡？别在这发酒疯。啊！你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说不一起洗澡吗？你呀，赶紧出来吧，不然明天你就得给自己看诊。顾展梅，怎么了？还想跟我一起洗？秦宇，要不你娶我吧？这是什么感觉？我多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他说要嫁给我。原来我不是不会心动，我只是会为他心动。我要娶她，顾展梅，我就是你的丈夫了。顾医生，早安。你是那个建筑师？你怎么在这儿？我又是在哪儿？昨晚的事，你是真不记得了？还是不想记得？我当然记得，昨晚表现不错。你把衣服穿上干嘛？你昨晚不是脱得挺利落的吗？看来顾医生并没有失忆。我当然不会忘，毕竟你昨晚可是超常发挥呢。顾医生，顾展梅，我想向你求婚。你神经病啊！我神经病？昨天晚上是谁哭着求我娶你的？你娶我吧。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那是个误会，我是真的被催烦了。别当真，别当真。误会？刚才谁还夸我超水平发挥？就算是这样，我也不能嫁给你吧？你就这么确定昨天晚上是我完整版？不嫁给我，怎么解锁
更多新玩法。说起来，你昨晚抓到脖子上的印记，到现在还没有消。看来我昨晚还真没手下留情啊。怎么了？你爽过了，还抓着我一句话不放？怎么，输不起？输不起？顾医生，有种跟我结婚，结了婚，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完整版。好啊，那我们现在就去民政局领证结婚，你敢不敢？好啊，在那之前，先把昨晚为你够的再一次。啊，办好了。季玉，今天是几号5月22啊，本上不是写了吗？我操！5月22，不是520，不是情人节，我竟然莫名其妙的嫁了。你嫁了，我娶了。既然现在都领证了，我也算是充会员了。什么时候能 get 到完整版？约法3章，听着。第1条，在外人面前要大方对人，在我姑面前该搂搂该抱抱，做的比真夫妻还真。这我强项，演技能当影帝，你到时候别嫌弃我太投入了。第2，同房不同心，身体要大力配合，但是你可别爱上我。你这话说反了吧？第3，互不干涉彼此的私生活。你在外面怎么疯我不管，反正你也看不上别人。说完了。还有1条，谁先心动，谁违约。违约了怎么办？输的人就答应赢的人一个条件。什么东西？什么都行。什么都行。那都说好了，顾医生，不能反悔哦。啊？那你小心点。小心什么？我演技能拿影帝，但有些东西演不出来。顾展梅。又干嘛？第3条，互不干涉私生活。你最好是别在外面疯，不是因为我会管你，是因为我会当真。你换我牌？大王不跟任何花色，不受任何规矩管束，所以顾医生，你别想用契约把我绑死，谁先心动谁就输。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结果说了算。契约婚姻还管住宿啊？那加班要不要给加班费啊？迟到要不要扣钱啊？姐姐，好像是你比我更需要这份契约婚姻吧？你搞清楚状况好不好？顾展梅，表面功夫总得做足吧？你不跟我同居，你那些亲戚能放过你吗？今晚你搬过去，晚上我来接你。大王压制所有牌。顾展梅，你给
我出来啊！啊，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你相了好几次亲了，一次也没成。完了，我姑姑来了。来就来了，你想要干什么呀？啊，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你结婚不是为了这个？姜还是老的辣，我姑姑顾芬芳是最辣的那块姜，还是10级鉴表达人。我们这什么都没准备，被她撞见，准春帮。顾展梅，啊，这是知道自个儿犯错误了，想要搬家远离我。哼！我告诉你，没门儿！哎呀，小梅啊，小梅，不是姑姑说你啊，这条件差的你瞧不上，条件好的你又嫌太油。就上次那个律师，人家是多老实啊，你嫌人家说话像念经，对吧？还有那个程序员是工资高又顾家，你嫌人家连个表情包都不会发。这女人岁数大了，她又不好找了，你知道吗？啊，回来，回来！小梅，我早说了，小梅，我不介意，你怎么能背着我偷偷相亲呢？小梅。怎么样？我戏演得还不错。怎么样？甜吗？别纵容我，我会当真。这算什么？游戏啊，你不是喜欢玩吗？这只是开幕式，怎么样？好玩吗？刺激吗？怎么，都领证同住了，还需要躲着我？约定在先，谁先心动，谁违约。怎么？你的心给不给我？别过来啊！再过来算你违约。游戏而已，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难不成你还想躲一晚上呀？告诉你，我可没说过。嘴硬有什么用？心里早就慌了吧？怎么？偶然今晚想翻滚？什么规矩？我脑子里没那个东西。好了，不闹了。不躲了？先去洗澡。那你乖乖等我。你在看什么？没什么。等一下，我现在有件更重要的事要做。什么事？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阴魂不散的女鬼吗？你想说什么？我想去密室，午夜场，就现在，敢不敢陪我？你怕鬼？我不信这个。不信？你懂什么？秦宇，我问你，纪晓寒是谁？秦宇，我问你，纪晓寒是谁？一个提起来就忍不住要往我身后躲的人。他早就过去了。是早就过去了，还是围绕在你身边，阴魂不散？我们还要继续吗？没事，马上到家了。秦宇，怎么了？我听见你的心跳了。你知道吧？是我缝的。你把自己捅伤了，不就是想让我碰你吗？现在我主动了，你躲什么？田月，你别难过了，我会陪着你的。我们俩说好了，这辈子一定是最好的朋友。秦月，不可以失控，不可以心动。爱就是被拿捏，心动就是认输。
手怎么受伤了？切火腿的时候刀划了。结婚第1天，想让你尝尝我做的早餐。你平时很少做饭吧？很难吃吗？煎蛋稍微有点焦，整体及格。那我以后天天练，争取早日拿到顾医生满分评价。你想学，我可以教你啊。那以后我的3餐归你教，你的3餐，我来承包。秦玉，我们来玩个游戏吧。你想玩什么？ cosplay 啊！从现在起，完全忘记夫妻身份，只演完全的陌生人，只演角色，逢场作戏。就一条规矩，不许置身事外，亲力亲为，不许敷衍。敢玩吗？你敢开局，我就敢奉陪。秦大画家，画这么冷，人也这么冷吗？那你要不要试试？秦总，您的资料。放下吧。过来，我还有别的事。今晚我点你，陪我喝酒。可以，想要我怎么陪？很简单，看着我，不准动，别把自己走进。你忘了前几天晚上你跟我说过的话了吗？所以顾医生，你别想用契约把我框死，谁先心动谁就输。你想玩，我可以陪你，但是你想玩，我可以陪你，但是心动就违约，对吗？秦玉，你这句话是对你自己说，还是在对我说？你是在克制什么？又在反抗什么？我知道你想要我，但你想过我要什么吗？我要的是偏爱，不是逢场作戏。既然你给不了我，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我不是不爱你，
我只是无法承认。喂，喂，阿玉，我回来了。哥哥，秦玉竟然害过哥哥，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陆时夜，星矢集团的陆时夜。好久不见，实验哥哥，我回来了。季小寒，你还敢回来？以前你害秦玉拿捏他，伤他最深。他本来情绪就不稳定，你还天天刺激他，你害他害得还不够惨吗？实验哥哥，我这次回来我不是害他的，我是来救他的。你比谁都了解秦玉的性格，秦玉的软肋，你也知道的。你弟弟他是最爱我的，他从来都离不开我。你还有脸提过去？你在他最难的时候一走了之，消失的无影无踪。现在你还有脸出现在这儿？实验哥哥，你、我、阿玉，我们仨就应该永远在一起，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的，对不对？可现在呢？他误会你抢走了秦家的一切，甚至连面也不愿意见你。你们兄弟俩的心结早就碎得再也粘不起来了。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他和谁在一起？你都知道吗？实验哥哥，这世上只有我能解开你们兄弟俩的心结，也只有我能让我们回到原来的样子。你要是不信，你就去查查，看看他的身边都出现了些什么不相干的人，别让外人把我们好不容易剩下的这点关系都搅碎了。秦玉，秦玉，你在哪儿？别躲了，快出来！秦玉，秦玉，秦玉，秦玉。这里以后就是美术馆了。我这次的设计思路也参考了你喜欢的那位艺术家，极简、后现代，和传统美术馆都不一样。这些都是你设计的？当然，以后你喜欢的书和展览我都可以对接。你还知道我喜欢哪些艺术家？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慢慢了解彼此，不是吗？小梅，我不太会说话，我们认识的时间也不长。我承认，我心里藏了很多过往，但你之前跟我说的话，我全都听进去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慢慢走向你？好，我等你。阿玉，阿玉，我回来了。怎么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当初为什么突然离开，现在又突然回来？阿玉，我想你了，所以我回来了。当初说走就走，杳无音讯，现在回来还有什么意义？你给我滚！阿玉，我走了这么多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当初竟敢走就别再回来，永远别出现在我面前。
你还好吗？秦玉，你之前跟我说纪晓寒只是一个过去的人，但你现在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小梅，跟你说了，他真的只是个过去的人。过去的人能让你情绪如此失控？我跟你早就解释过了，他突然回来，我也控制不住。我只是不想跟他再有任何牵扯。可是我看到的是，只要他一出现，你所有的情绪就都不受控制了。秦玉，你之前说我对你而言是特殊的，我还能相信吗？小梅，我都说了，他真的过去了，只是个过去的人。每次提到他，你就无法自控。可是对我呢，你永远都是这么克制。傻瓜，克制不住，才需要克制。他们都以为我消失了，他们永远也猜不透，秦玉当年最爱我、最依赖我的时候，我为什么会突然人间蒸发？秦玉，你这几年一直钻在牛角尖里，出不来了吧？啊？你是不是一直在猜，我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爱过你啊？你永远也想不到，我消失就是为了要折磨你。我才不要做你什么女人，我要做你的神。我要让你一辈子都活在我的阴影当中，结婚生子，相濡以沫。我纪晓寒怎么可以拥有如此平庸的人生？我要的是你永远都忘不了我，你以后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只有我的影子，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因为我而感到痛苦。来，终于轮到我们顾医生和王医生了，这 CP 我磕，郎才女貌。是啊，好了，大家都安静一下。根据咱们的游戏规则要和我们的顾医生做仰卧起坐，额头相碰。哦，简直太般配了吧！就是说，麻烦让一下。那是谁啊？不知道啊。不知道啊。是不是气上哇，真是哇，真好。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觉得呢？刚才的仰卧起坐做得真好。就是顾展梅，你居然背着我跟别的男人玩暧昧游戏，你可别忘了，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你这是出轨。别动，你再动，我就当你全科室同事的面，把你吻得喘不过气。夫妻出轨，秦玉，你还是赶紧解决你那个疯批白月光吧。我早就说了，我没有白月光。顾医生，你快看院内新闻，出大事了！怎么办呀，顾医生？主任也来了。小梅，发生什么事了？我的事不用你管，赶紧处理好你的疯批白月光，不然别来找我。顾医生，我们接到举报，你学术抄袭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这里是我保留多年的原始档案，里面有大量的临床就诊记录，足以证明我没有抄袭，更没有学术造假。顾医生，太好了，有人过来帮你作证，澄清误会了。各位领导，大家好，顾医生你好，我叫季小涵，今日专程前来替顾展梅医生作证，澄清本次学术举报的全部问题。季小姐，我们院内这次评审并没有邀请外人列席，请问你手里有什么有效证据呢？我持有本次举报材料的全套反向核查证明，对用来指控顾医生涉嫌抄袭的对标文献，发布时间均晚于他的论文存档时间，不具备举证效力。另外，举报信中涉嫌抄袭的对照病例编号为空档，系统无备案，属于人为伪造的虚假证据。证据真实有效，经核查无误。本次针对顾展梅医生的学术抄袭举报，属于恶意诬告。顾医生，你是清白的，予以澄清。等一等，我有话要说。我有罪。首先，感谢各位评审的核查，但对于这次举证，我已经准备了完整的证据，还有同行评估报告，足以证明我的清白，我不需要任何人举证。其次，这些本该只有我能接触到的核查报告，竟然凭空出现在了一个外人手里。季小姐，我想请你解释一下，你是怎么拿到这些资料的？顾展梅，你疯了吧？我好心好意帮你，你却恩将仇报。帮我？你有这么好心吗？你能拿出帮我翻盘的证据，就能做出搞死我的伪证？你以为我这点看不懂吗？不愧是顾医生啊，先前倒是我有些小瞧了你，我并没有陷害你。怎么说呢？秦玉和我从小青梅竹马，她的家庭环境很复杂，设身其中，好像对顾医生并没有什么好处。不知道我说的这句话，你听懂了吗？你干嘛？打鬼啊！像你这种人，打死才对。这第一巴掌，打你没搞清楚自己的位置；第二巴掌，打你把别人的真心当成战利品。你不要再逞强了，顾展梅，我才是秦玉最爱的女人，是她的白月光。白月光，笑死了！前任
就应该像死人一样，像你这种纠缠不清的叫女鬼。小梅，我找到证据了，我们现在就去。阿玉，顾医生刚才动手打我，还骂我是阴魂不散的女鬼。他有说错吗？你难道不是？阿玉，我知道从前是我伤透了你的心，你现在封心所爱，全都是我当年的不告而别。但是阿玉，有没有想过，我是不是有什么苦衷？这件事我想了很多年，但现在我已经不想知道了。阿玉，那你想了这么多年，你有答案了吗？当年你深陷低谷，是我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熬过来的。只求你再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好不好？哎，你们两个，这里是医院，有病就去挂号，没人有时间陪你们在这儿哭哭啼啼的。OK？ 你说的赎罪是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我只是想告诉你，你欠我的，这辈子都还不清。还有，你有多久没见你哥哥了？你哥哥陆时宴好像很关心你和顾医生的事，要不要我帮你告诉他一下？纪晓寒，求求你，别毁了你曾经在我心里的样子，好吗？阿玉，那你就把过去那个阿玉还给我。喂，帮我调查一个叫顾展梅的人。纪晓寒不可能有这个权限作为真相犯，背后一定另有其人。秦玉，我今天就要来会会你这个哥哥，陆时宴。请问有预约吗？找你们陆总。顾医生，你找我？陆总你好，我是顾展梅，我们直接开门见山吧。纪晓寒的论文核查报告是你给他的吧？顾医生，你看上去沉着冷静，实际上也不过如此。纪晓寒这个女人暗中挑拨各方关系，混淆视听是她拿手绝活。你只盯着我，未免也太过片面了吧？最好如此。顾医生，今天我想以秦玉大哥的身份问你个问题：你这般刻意接近秦玉，到底是真心待他，还是把他当江逸晨的替代品？江逸晨呢？江逸晨他去哪儿了？他是我女儿的主治医生，他到底去哪儿了？啊！把他交出来！出了这么大的医疗事故，他怎么能躲着呢？把他交出来！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你调查我，还是秦玉在调查我？顾医生，阿玉不适合任何复杂的女人，包括纪晓寒，还有你。离开他，放过他，拜托了。复杂？你简单，你简单以上啊！陆总，你又这般调查我，又是来与我谈话，怕不是想追我吧？放心，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太简单了，简单到
是你自己找上门的。顾医生，欢迎您正式回归外科主刀。哎，对了，今天还有特邀专家联合主刀，已经进场了。是吗？那真是太不巧了。啊？今天心情很不好，什么特邀专家，来一个怼一个。前辈你好，我是今天的副手顾展梅，相信你一定会配合好我的。顾医生，应该是你配合才对吧？相信你一定会配合好我的，对吧？好久不见，顾医生。小梅，我回来了。小梅，让开！给我1分钟，就给我1分钟。当年的事情，我也有苦衷啊。苦衷？什么苦衷？你是得了绝症不治将死，还是被人拿着枪顶着你的脑袋，让你一言不发直接人间消失？都不是，你就是怕了，你就是跑了，跑得干净利落，让我在医院被家属围追堵截追着打。所有人都在问我，你男朋友去哪儿了？我回答不上来。我他妈也想知道。现在回来了，告诉我你有苦衷。什么？你说。小梅，1分钟到了。对了，下次见面，请喊我顾医生。怎么都在这儿啊？这是什么名场面？我刚刚收到条陌生短信，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还以为是恶作剧呢。但毕竟是我的项目，还是有必要来一趟的。我们5个人同时收到一条匿名短信，很明显，有人设计，说是算清旧账，把我们骗到这里。短信上说的很清楚，旧账。顾医生，你和江逸晨医生是曾经的情侣，还有旧日恩怨，你们2人的私事可以私下去沟通，何必牵扯我们所有人？江逸晨，你是小梅的初恋。陆总，当初是你亲自找到的，说小梅在国内遇到了困难，被人诬告，说要与我一同协商。现在，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原来如此，陆时夜，你查我，还把江逸晨翻出来，这一切是不是你授权？清月，你不相信我，抗拒我，也不用做到这种地步吧？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你凭什么对我无端定罪？我从来没有抗拒过你，但是你从来不信。因为白月光，所以你就抗拒我。我说了几千遍几万遍了，我没有白月光。倒是你心里是不是从来没有放下过这个江逸晨？所以只要他一出现，你第一时间怀疑的永远是我。陆时烟，你凭什么私自调查他？凭什么擅自插手我的事？从小到大你就这样，你是养兄，就处处压我一头，家产、资源，一切你都抢。现在连我的感情、我的恩怨，你都要私自做主。都别吵了，我们所有人都是棋子，设局挑事、想害人，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人。
我？你们怀疑我？秦玉，你怎么能怀疑我呢？你还记得年少之时，你父亲亲手摔碎你最真实的模型，是我陪着你一点一点把碎片拼凑完整。你的人生，也是我陪着你一点一点拼凑完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真心待你，唯有我能够全然接受你所有的样子。不要说了。小梅，不要乱动，他们不知道伤得怎么样，乱动只会造成2次伤害。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叫救援。我看你伤着没有？我不行了，钢管应该是穿透了我胸腔肺叶，我怕我撑不住。你能不能把我带话给小梅？到现在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顾展梅？你这么想当禽兽，那你当年为什么要走？对不起，当年的手术失败，都是我太懦弱了，我太怕了，不敢一个人面对，把烂摊子都交给了你，我不配做他的男朋友，可能我再也没有机会说。小梅，你能原谅我吗？江医生，既然你这么想当禽兽，那你就永远也不要醒过来了。人在里面，快搬开，救人！快点！别动，谁都别动，别不赶紧自传。陆师爷，联系急救科还有出血科，他们需要急救。好。江一晨这边被钢筋穿飞，季小寒这边钢筋紧贴胸腔，血管破裂，再这么拖下去不行，两人都会死于心脏大出血。那现在怎么办？必须同时救他们。江一晨这边做建立静脉通道，得赶紧做心脏换血。季小寒这边一会儿做急救止血准备。不行，小梅，同时救2个人撑不住的。那怎么办？江一晨是因为我才来这里，季小寒是一条人命，我没有资格放弃他们任何一个。小梅，我在，别动，我能救活你，没事儿。小梅，我也是医生，现在我是什么情况，我自己也知道。
别睡，你相信我，我能救活你们2个人，我能救活所有人。你相信我。小梅，江一晨已经走了。被脉搏了。小梅，秦宇，你先别跟我说话，让我一个人静一静。秦玉，秦玉，你在哪儿？别躲了，快出来！安玉，出来。选不了就不选，你又不是神。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小时候你每次躲起来，都是在衣柜。你被霸凌养回家，当他手里的一根鞭子，那时候你有的选吗？吃药，吃完跟我走。哥，小梅应该不会再理我了。顾医生，江医生的后事已经全部处理妥当，相关事宜也都通知到他的家属了。我知道了。废物，不学学你哥，整天就知道玩，不务正业。阿玉，别怕，哥哥在。你不要假惺惺的，你来了以后，爸爸就再也没有正眼看过我。你抢了我的家，抢了我的爸爸，现在又来当好人了，我恨你！秦玉，你别难过了，我会陪着你的。我们俩说好了，这辈子一定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俩说好了，这辈子一定是最好的朋友。药在哪儿？
顾医生，这是江医生的尸检报告，你要看一下吗？放这吧。顾医生，顾医生，啊，还有就是季小寒醒了，他说一定要见你。正好，我也要去见见他。顾医生，你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愿意来见我呢。怎么会呢？我们俩的事儿还没解决呢。我知道江逸晨的事让你很难过，但是我早就跟你说过，秦玉永远会选择我。那天在废墟里，他拼命来救你，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他永远要保护我。他心里的那杆天平永远都没有偏向过你，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说完了吗？你不要再抱有幻想了好吗？你看，江逸晨没了，秦玉也不要你，你留在他的身边还有什么意思呢？季小寒，我问你，你随身有带着降糖针的习惯吗？顾医生拿着报告来找我，是有什么新发现吗？江逸晨的尸检报告出来了，他的死因不是贯穿伤，而是低血糖导致多器官衰竭。不是啊，我们所有的人都看着他被钢筋贯穿胸部，难不成还有其他的死法？他已经被钢筋贯穿胸部，导致大出血和休克边缘。血糖是他维持生命体征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体内检测出了降糖针的药物残留，剂量足以致死。这种药物对他来说就是催命符。降糖针，我上哪弄那种东西去啊？江逸晨自己就是医生，说不定他疼起来给自己乱用药。这是你的内分泌就诊记录，近半年里你一直在开这种药剂，跟江逸晨尸检报告体内的药标准一致。那也可能是江医生自己给自己配的呀。他的配药记录里没有这种药，遗物里也没有这个药物的包装。当时废墟你跟他在一起，这种药只有可能是你给他的。就算是我有又怎样？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给他打的？季小寒，你是在杀人！你不要给我胡编乱造啊！如果你真的在乎秦玉，你就不应该怀疑我。他从小生活的压抑委屈，精神状况一直不稳定，情绪动不动就失控。这个世上只有我能稳住他，我就是他的药，在废墟里拼命护住我，也是这个原因。不要说了！怎么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小时候没人疼我，
就只有你真心对我好。可后来我所有的痛，也全是你带来的。爸爸在世的时候，总是拿我跟你比。我一辈子都活在你的阴影里，家里所有的家产、权利，全都落在你手里。我那时候一直在想，你以前处处护着我，对我的好，是不是都是装的？就是为了以后可以牢牢管住我、控制我。恐怕也只有我情绪失控犯病的时候，你才愿意回头看看我。我真的看不懂。你说你看不懂我，那你看懂你自己了吗？以前你依赖我，后来你把纪晓寒当成救命稻草，纪晓寒走了之后，你差点就毁了。我那时候一直觉得，只有他最懂我，只有他能治愈我。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满心信任、拼命依赖的人，一直在暗中拿捏你、左右你的心思。自从和他分开之后，你就把自己的心彻底锁上，甚至悄悄给自己立下规矩，绝不再轻易动心。你们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个病人，我能怎么办？阿玉，你这是在给自己做决定，硬生生逼自己签下一场心动违约，逼自己断掉所有的情愫。一开始我觉得顾展梅很复杂，怕你受伤，所以一直不希望你接近他。可是到后来我才发现，真正复杂的人并不是他，而是你。你把每个想要接近你的人都当成一种威胁，包括他，也包括我。哥，小梅她是不是不要我了？我果然不配被爱。阿玉，你要正视自己的内心。顾展梅从来没有不爱你，甚至我现在觉得，他才是真正能够治愈你的人。你签下的那场心动违约，不是跟他，是跟你自己。而你早就违约了，只是你不愿意承认。我找秦玉。我不拦着你，但你要想清楚，再往前一步是彻底抽身，还是陪在他身边扛下所有，别让他继续在希望和绝望里徘徊。我没想过抽身。你在画我？对，我不敢看你。我教你，我长这样。也不敢真正靠近你，只能在没人的时候，一笔一笔把你留在我的画里。秦玉，你到底瞒了多少事？你害怕的，你的病，还有那些你心底害怕的事，为什么不能告诉我？我怕我骨子里就是烂的，病态的，不配被爱的。怕你了解我之后，
就彻底不要我。看着我，我比划着吃。你们小两口和好了没有啊？和好了就出来，这件事儿还没结束呢。陆总说的对，还有事没结束，也不能就这么完。工地事故的新闻发布会，明天在秦氏集团举行。纪晓寒正在联系媒体，明天肯定会到场。他倒是准备充分。阿玉，这一次，你还会心软吗？哥，这一次我不会再逃避了。顾医生，你觉得今天秦玉看见了我，还会不会选择你？你试试。首先，向大家出示第一组证据：工地事故发生前3个月，可疑资金转账流水，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多笔秘密境外账户定期向工地负责人现场监领私人账户打款，所有资金流向，最终溯源指向纪晓寒。第二份证据，现场监理亲笔证词以及事发前秘密录音，录音内容足以证明并非意外施工事故，是人为改动施工方案。是季小姐私下找的我，说是秦总对施工细节不满意，让我偷偷改动结构，加装临时爆破装置。他还让我瞒着所有人，说是工程微小，出了事儿由他全部负责。第三份关键证据，警方出具的尸检报告足以证明江逸晨并非死于暴力贯穿伤，而是严重低血糖导致的多器官衰竭。他体内检测出降糖药的药物残留，剂量足以致命。而这份是纪晓寒近半年开具的内分泌科的就诊记录，他一直规律的开具降糖药，用于减肥，使用的剂量与江医生体内检测出的剂量完全一致。他是当时和江逸晨一起困于废墟中的人，也是唯一有机会接触并给他注射药物的人。也就是说，江逸晨并非死于工地事故，而是这支降糖药。纪晓寒，你谋杀了江逸晨。够了，假的，都是假的。秦玉，你告诉他们，废墟下面你偏偏护住了我，你最爱的是我，你是爱我的，对不对？我当时护你，是因为我默认每一个站在废墟中的人都是无辜的，但你不是。从你刻意给重伤江一晨注射降糖药，加速他机能衰竭致死的那一刻，你就不配被任何人救赎。秦玉，你以前亲口说的，我是你的白月光，是这辈子唯一能够救你的人。你从来不是我的光，你只是我这么多年挣脱不掉的心病。以前我懦弱，自我逃避，把你的虚假陪伴当成救命稻草，但现在我彻底清醒。我的解药一直都在这儿。
秦月，难道你都忘了吗？年少之时是谁陪你躲在衣柜里，安抚瑟瑟发抖的你？又是谁在你被爸爸鞭打、被哥哥践踏的时候接住了你？如果今天我进了监狱，你的良心，你这辈子过得去吗？所有的黑暗，现在都已经结束了，塌掉的一切，现在全部站起来了。那我们那份不心动违约呢？好像已经崩塌了。早在我第一次见你，穿白大褂站在我面前，我就没打算守约。来，糖醋鱼来喽！我来。这谁呀？这么跟人说话，叫阿姨。我是他哥哥，算半个家长。哦，姑姑，我没骗你吧？我老公真的是个建筑师，大建筑师。好，好，好，来，赶紧尝尝姑姑手艺，好久没有尝到了吧？我来剥。哎呦，这年轻人，这谈恋爱谈的饭都没得吃喽。姑姑，要不我给你也包一个，省得你看他们秀恩爱，吃菜都不香。你闭嘴吧，关你什么事儿啊？你终于来了，比我想的晚了3天。看来那个女医生真的让你改变了不少。我来是为给你一样东西。新婚戒指吗？好像晚了点吧。工地事故的完整证据，监理的口供，转账记录，你的通话录音全在里面。我已经备份交给警察了，这一份是给你的。你想干什么？用这个威胁我吗？秦玉，你不会以为你赢了吧？不是威胁，是让你死个明白。小韩，你赢了20几年，我信你，依赖你，怕你，离不开你，你觉得你完全掌控了我，对吧？但其实你掌控的从来都是那个不配活着的情欲，那个被你反复敲碎又用愧疚粘起来的情欲。他死了，你设计的那场事故杀死了江逸晨，也杀死了曾经的那个情欲。你不要再说了，你手上沾了血。小韩，你别以为靠装疯就能脱罪，你是病人，更是罪犯。等这家医院的精神鉴定出来，一切都会尘埃落定。秦玉，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一点都没有。你觉得一个内心残缺的人懂得什么是爱吗？秦玉，自首吧，这是你最好的出路。再也不见。老婆，新婚快乐，老公。
我以后一定好好吃药，好好控制自己，再也不失控，再也不让你担心，再也不让你有一点不确定的感觉。阿玉，所有人都觉得你应该被救赎，但我不这么想。如果你注定要与心结共存，那我就陪你一起病，陪你一起好。干嘛？这是我给你的婚戒，先欠着。真的，马上就到。世间所有的契约，我都可以接受，唯独对你的心动，我甘愿终身没愿。怎么会？